哎，神女阁下，这么晚了，您要去哪儿？我给您带来了一些夜宵。神女阁下，这里不允许出现这样危险的东西。请稍等一下。神女阁下，我不能这样做。神女阁下，您是在让我为您监视陛下吗？
神女阁下，我为您准备了早餐。你没休息好吗？您生病了吗？我去为您找御医。神女阁下，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带您出去转转，就去。神女阁下，您怎么知道这个地方？不对，请等一下。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等您吃完，我们再出发，好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快跑！快跑啊！是病蝶来了！神女阁下，不要过去，这里很危险，我们快走吧。不要管他。神女阁下，请您。再闹下去会引来巡逻的人，我不希望让你置于危险之中。呸！骗子！认识？哼，你旁边的小姑娘居然惊讶于我认识你。我，一文不名的扎克，认识你这样高高在上的法师。
哼，怎么不说话？不肯承认吗？你还来得及处理掉我，免得让别人知道你有加入反抗军的老朋友。哼，你已经成了我们当年最恨的那种虚伪的家伙。既然如此，那也别怪我挑你下手。我去找过你们，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加入城外的反抗军。我无法向你解释，但我希望你能离开帝都，别再为反抗军效命了。我们曾经是兄弟，我希望你活下去。谁是你兄弟？你的承诺呢？你的誓言呢？你说过，有朝一日如果你获得了法师的力量，你一定会回来找我们。你忘了个一干二净，连西里那么好的姑娘都被你们带坏了。如果能让我见到她，我肯定要好好问一问，你们怎么能忘？她是皇宫的西林圣女，人人都知道，她代表皇宫坐着马车出巡，车上有着暖炉和白狐球。我不原谅你，陆晨。你把西林也变成了养尊处优、只顾着自己享福的人，不可原谅，不可原谅！西林死了。来，上车。没关系，我答应过你的。过来吧。还好，冰雪侵扰不了我。神女阁下若想看风景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虽然不知道神女阁下说的雨伞是什么，但能帮上你，是我的荣幸。以前这里非常热闹，听说皇室贵族们每夜都在这儿举办舞会。舞会既是大家的娱乐，又是社交和日常。当时我只是个贫民窟的孩子，
扒在院墙外面，好羡慕能进来的人。当年我在院墙上看见的，就是这样的画。然后我跌下院墙，被他们发现了。扎克拉着我，催我快跑。他说，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不会有好下场。在这里偷窥被人逮住，十有八九要被绑到广场上吃鞭子。贫民窟的那些时光，是我此生最好的日子。我曾以为变成更强的法师就能改变一些东西，但很多东西是不可能被改变的，比如我们的命运。我曾是流浪儿出身，扎克、西里还有我们三个都是。我不记得父母的样子，我只记得当初我很小，西林更小，我带着他到贫民窟的窝棚。后来我当了法师，就再也没去见他。那是什么？神女阁下，您还真是精力旺盛。等等，神女阁下，您赢了。我想让您赢。您希望我把这个扔向您？
神女阁下，你好奇怪。您能够战斗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让斯兰冕下知道。他对您非常戒备，若是您表现的不同寻常，绝对没有好下场。也是为了保住我的命，这是个非分之情。另外，我出身的事，希望您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法师塔的陆晨不该跟反抗军的人有联络，这等同于谋逆。谢谢你，你的承诺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希望今天您还算玩得尽兴，也希望我的行程安排没让您太过厌烦。只是天色晚了，再这样下去，难免让人起疑。请随我回去吧。神女阁下，我知道在这样的处境下您心里难受，但我还是希望您保护自己，不要再做出刚刚那样的举动了。就是不要再提出要求，让别人伤害你了。抱歉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我不进去，只给您送点吃的，还有热的花草果茶，睡前喝可以助眠。抱歉，神女阁下，我之前用过这种茶，没见过类似的状况。啊？我当然可以说，只怕您会觉得我的故事太过无趣。好，如果你觉得闷，可以随时让我停下来。我小时候在贫民窟生活，跟西林、扎克一起。西林是个爱哭鬼，一点小事儿就会让他哭个没完。有时我不知道怎么哄他，我就拉着他到外面去看星星。扎克总用这个笑话我，说我简直像那些文雅的上等人一样。但后来他又严肃地说，我可能会有天赋，就像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师老爷。那时候我听说酒馆里能贿赂到法师老爷，于是我们攒下所有的钱，扎克、西林还有我，
我们3个都希望能改变命运。我答应扎克，只要我能成功，一定要告诉大家，绝不背叛。我见到了一个法师，他穿着华丽的袍子，刚喝了酒，对我哈哈大笑。他抢走了我所有的钱，然后把我打倒在地。天赋，你也配？我记得他是这么说的。那时的我确实没有天赋，那个法师虽然傲慢，但他对我的判断倒是没错。我逃跑了，我无法面对被我辜负了的扎克，我带着妹妹落花而逃，到城外流浪。但我们一个同伴都没有，离开帝都更是无处可去。有时候我甚至想，我是不是在接受惩罚，怀揣不该有的希望，就是我这种下场。终于，有一个法师停在了快要冻死的我和西林面前，我以为那是我的转机，但是被首席法师捡到，被发现有天赋的人是西林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男人的眼神，他对西林仿佛看待一个稀有的容器，而他却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哥哥，哥哥！我拼命地追，我意识到那是一位真正的大人物。他的衣服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法师都要华贵。他是皇宫的首席法师，法师塔的真正主人。他对西林的哭喊一直不闻不问，而我在他眼里大概只是绊脚石，或者路边的杂草。神女阁下，你一位法师的天赋是愿望，足够强烈的愿望可以造就法师，而最初的我内心没有强烈的愿望。我只是想让大家过得好一些，却不自量力，把自己和妹妹逼到绝路。因为走投无路，所以他比我更早成为法师。我一直觉得西林胆小又爱哭，然而到了最后，反倒是我需要西林庇护。好吧，不得不说，您的世界是真的让人羡慕。您以前生活的地方，一定很宽容又友善，才能让您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哦，神女阁下，我也谢谢您听我说这些无聊的事。真的很无聊，是不是？能解决您的失眠问题，真是太好了。神女阁下，晚安。哦，我不能。
好，晚安。这本是法师的职责，冰蝶无孔不入，法师需要时刻巡查地度。当然，也会有我们一时没赶到的地方，那时候就会造成伤亡。使女阁下，你救了他们，谢谢你。普通的战斗倒是不会被察觉，但你身上染了冰蝶的气息，有点危险。啊，不要让别人知道你能战斗，尤其是四兰冕下。以我的立场，本不该为你做什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相信你。还有，有时候，就算你做了让我为难的事，也没什么关系。只要我能为你做的，我会尽力。
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如果真到了那天，我一定会让你吃得饱饱的。除了导师，这皇宫里还没人能有这样的能力。你愿意跟我一起看星星吗？哦，如果睡不着的话，出去看看可以让心情好些。请不要拒绝这个邀约。今天上午，你在帝都巷道行走，被我一个同僚盯上了。他没找到证据，但眼下有可能来查问，所以我们需要用夜晚的梦来掩饰白天的真实。而且我也真想送一个美梦给你。职责所在的话，是这样。但如果单论职责，我也不该半夜单独跟你在卧室聊天。职责之外的事，我已经做得太多了。没事的，来。这里是皇宫最高的地方了，很接近夜空，还有天上的星星。但我们还能走到更高的地方去，想去吗？只有今晚。别眨眼。来。别怕，跟着我。小心。喜欢吗？好了，我就只把你送到这里了。
你真不怕别人起疑？如果有人向你询问今晚的事，你如实作答。晚安。你为什么不恨呢？这双眼睛连流泪都不会，还留着它做什么？昨天，我感受到异界女孩周围有奇怪的法术波动。陆晨，你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是我自己的一点点私心，没必要惊扰您。私心？你们不要解释。异界的女孩，请随我来。老师，我可没教过你在这种时候替外人求情。我问，你答。异界的少女，请不要说谎。你昨天逃跑了吗？昨天你和陆晨法师去了哪些地方？你见到什么了吗？法师的力量不该用在这种事上。你出去吧。
嘘，这边。你跟我来。一早起来就遇到这个，真是让你受惊了。这里有巧克力松糕，也有白芝汇小牛肉。那我们可以慢一点，毕竟这个早晨还很长。不过，谢天谢地，你的回答能让斯兰冕下满意。神女阁下，您对口味还满意吗？不要在皇宫提法师，你缺乏警惕心，别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。你知道的很多。原来你已经知道这么多了。不管降临法阵是否成功，所有的法师都会逝去。为了拯救大多数人，总要有牺牲。斯兰冕下的决断是正确的，无论是我还是西林，都是心甘情愿追随于他。我不会违逆斯兰冕下，我是他的弟子，所有力量都是从他那里习得。如果不是他收留，那我和西林早就死了。在成为法师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背负罪孽，并且心有觉悟。
好了，别多想了。哦，好亲密，好体贴啊！你说我该不该让大家都来看看？霍列斯，我记得今天的冰蝶驱散任务不是你带队。别多管闲事。哦，是吗？我才是被任命保护神女阁下的人，我时刻履行职责。我可不是多管闲事哦，现在我也是小神女的保护者。斯兰冕下派我过来，是因为从今天起，将由我和你2人共同守护这位可爱的神女阁下。别对我这么大敌意，陆晨法师，我可是你的同僚。不过，我倒是能理解你垂涎身边的美味。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分享，我倒是不介意陪你玩忽职守。义气的神女，你看呢？陆晨法师柔情似水，只可惜太过正经，呆板无趣。还是应该向我学习，让我告诉你真正的快乐。别碰他！如果你再向前一步，我会认定你是需要被清除的风险。别这么大惊小怪啊，亲爱的陆晨法师。那么，我会暗中注视着你们的，合作愉快。跟我同属法师塔9系之一。高阶法师霍列斯，擅长的法术领域是色域。哦，你别怕，我会替你盯住那家伙的。他不好对付，在法师塔剩下的这些人里，他算是最难缠的一位。请不要掉以轻心，我怕他藏在暗处，对你不利。不过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他有机会对你做些什么。很快就到了，让大家得救的月桂节庆典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让那边的人听见。别理会他们，我们走。
而且他们都怕我。我毕竟是个法师，贵族们依赖着保护他们的法师，又畏惧我们。好的，好的。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在我小时候，梦想着的是见到一个没有冰蝶、不用东躲西藏的世界。大概那时候我太小了，总觉得那样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过着天堂一样的日子。等我长大以后，终于如愿以偿，斯兰冕下发现了不被冰蝶困扰的新世界，他将带着我们得到它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世界，我可能会开一家卖药草的小店吧。这里的药草很贵的，能安全长出花草的地方太少了，要么存放在皇宫里，要么就是法师塔的材料。如果是在一个更好的世界，一定是普通人可以买得起的东西。我就开一家这样的店。是吗？但其实更多的时候，我只希望我和我身边的人过上好日子。我，西林，最好再加上扎克。我拼命地变强，只希望这样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但到头来，西林还是牺牲在我面前。跟整个世界相比，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和努力实在是太渺小了。那星星也太可怜了吧。但如果自己本身就在坠落，还要承载别人的愿望和期待，未免太令人难过了。这是为您准备的早餐，请慢用。
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请饶恕我。我已经把早餐送到了，全部按照您的吩咐。不，你还不够乖哦，你没有看着他好好吃完。不喜欢我纠缠别的姑娘，那么是希望我一直看着你吗？哎呀，在找谁呢？可爱的小东西。早饭都没吃就四处乱跑，小神女这个行为十分可疑。我挺想看你逃跑啊，这样就可以发生有趣的后果。比如可以抓住你，关回来，锁起来。哎呀，每一种情况都很值得期待。怎么还想着他？别忘了，我跟他一样，都是你的看守。而且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大概我会更关心自己的处境。毕竟你应该听说过吧？我是色欲。我警告过你，别靠近他。我可不想跟你打，这不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法师打。皇宫里切磋可不太好。自从接下了跟你共同监督的任务，我就开始调查你们了，调查这位可爱的神女阁下，也调查你，陆晨法师。我虽然是色中恶鬼，但我还不至于彻底玩忽职守。猜猜，我查出了什么？你那天去贫民窟，跟谁见了面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霍里斯。我查到了反抗军的行迹，而你不曾上报。哎呀，你该不会是跟反抗军的人合谋，想偷走可爱的神女吧？如果你真有确凿证据，今天来的就是斯兰冕下。霍里斯，冰蝶之患愈演愈烈，你却一门心思在法师之间内斗。我想，这事情说到斯兰冕下面前，他也不会支持你。何况，
异界神女对冕下的计划十分重要，你若因私欲伤了她，也不会为冕下所容。或者，我应该把你今日所为全部禀报斯兰冕下，让他自己来判断，你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守护神女之职。陆晨法师，我想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误会。方才见你不在，我来履行保护神女的职责。现在你已经回来了，我也可以去干点别的。再见。你没事吧？你还没吃早饭，我端过来。这是你赶快跑出去，离我远点儿。别过来！毒？我哪用得着这种东西？让人快乐欢心的宝物，又怎么能是毒呢？不过这法术本来是给小神女的，我本想着趁陆晨法师不在，能和小神女亲近一下。不过这个结果我也很喜欢。别碰他！哎呀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去得罪小神女吧？在这个房间里，最想看着她挣扎哭叫的，不是我，而是你吧，玩忽职守的陆晨法师。啊！别摆出这么一副正直清高的样子，我亲爱的同僚，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去啊，我看着呢。适应自己内心的欲望就好了，别怕，除我以外，没人会知道的。离我远点儿！
很好，就是这样，请继续。还硬撑着做什么呢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模样。承认吧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手。还等什么呢？遵循你的内心，就不用再挣扎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居然……迅速止血，而且也能让自己清醒点儿。抱歉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惊了吧？我很害怕，要是我真的做了什么，我不会原谅自己。我的脸怎么了吗？你的眼神刚刚好奇怪。你是坏人吗？啊，我睡着了，在你的床上。神女阁下，我……
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跑吗？我总是想把对你的伤害降到最低。我希望你能学着保全自身，无论何时，都别泄露你能战斗的秘密。到最后，却是你保护了我。若是坐以待毙，我只会看着你一次又一次受伤。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，所以，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跑吗？我知道，我这么说有些自不量力了，抱歉，我没资格要求你什么。你说的对，一直以来，你是比我坚定很多的人。我始终追寻你，仰望你，可这样是不行的。相信我，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。请你和我一起逃走吧，我会保护你，直到最后一刻。对了，你之前说我唯一的选择是什么？这边。西林在献祭前夜把我喊到这里，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想逃离整个世界，他会借给我力量。我会陪着你，无论到哪里，我想陪着你。你们要去哪儿呢？陆晨法师，我对你相当失望。我本以为你只是心中犹豫，需要一点时间冷静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你会直接做出今日之事。
让开！导师，请慈悲。你在求我原谅，在你背叛、失职、酿成大错之后。对，是我没能履行职责。神女阁下并没有错，她从来不属于叶塞大陆，也并不亏欠我们。无论如何，都是我们为了终将破灭的命运，在向她索取。你是想说我做错了？若是说有什么人在犯错，那也只有我，请惩戒我吧。神女阁下，请这边走。请不要逗留太久，神女阁下。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吧，思兰青。你把我的新娘逼成了一个痴傻的疯子。她不是您的新娘，陛下，她不属于我们。她本是自由的飞鸟，迷途的过客，只是被我等所累。我们所做的不可避免之事，都是我们既定的命运。
你试图反抗既定的命运，但你并不够强。我对你很失望，法师陆晨。果然，我对你的直觉并没有错，你确实有着诱发变故的潜质。在你的卧室里，那套攻击手法非常特别，并非我们叶塞大陆的法术，这就是独属于你的能力吗？我不关心，他输给你就代表他弱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但你总是给月桂节的仪式带来变数，这让我无法容忍。我最初让陆晨来看守你，正因为他是法师里情绪最平和的个体。无论是驱散冰蝶还是做别的事情，他都远比其他人稳定。但你甚至扰乱了陆晨的心智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。每次当他面对你的时候，就总会变得盲目。高阶法师陆晨，你还有选择。我信赖你，陆晨，我可以帮助你纠正今天的错误。一切的变故都源于这名异界的少女，她应该被严格关押。毕竟她如此不同寻常，无论怎样看管都不为过。只要把计划恢复到可控的范畴内，今日之事，既往不咎。请恕我拒绝，导师。我认为自己的选择应当自己承担，否则就是弱者的行为。我不会背弃自己做出的选择。陆晨，你不要再以法师塔的9席高阶法师自居，你不配这个名号。抱歉，我的力量还是太弱了，请离开我，离开我们吧。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活着。
不甘心吗？痛苦吗？你做到了，法师塔需要新的学徒。我曾经被赶走过，我没有天赋，请不要戏弄我。我这种人，不可能学会法术。你之前不是没有天赋，是没有愿望。让我看看是什么造就了你，是愤怒、不甘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你只希望保护妹妹，你宁愿妹妹成为受祝福之人，哪怕你死在城外。大部分人成为法师都是因为自身私欲，你倒是个很有趣的小家伙。你在意别人胜过自己，为了他人把天赋绽放出来。跟上吧。你成长得很快，陆晨法师。我击败过跟我同届的所有人，斯兰冕下，法术理论、控制、实战，任何一项，我都不弱于人。那些都不重要，你最大的价值，还是你活到了这时候。人们因欲望成为法师，他们为了满足欲望进入法师塔，为我驱使。如果你贪恋金钱享受、口腹之欲或者别的什么，法师塔都可以让你如愿。但你不太一样，你成长到现在，只靠你自己。我会赢下去。你选中了我，对于我来说，法师塔是家一样的地方，我不会辜负您的期待。但我对你没有额外的期待，也帮不上你。我能给你什么？苦难吗？您可以多派我参加几次大型的野外驱散任务。好，如果你真能一直活下来，大概会比其他那些法师更好用些。别让我失望。你终于来了，哥哥。你说有重要的东西要给我看，到底是什么？在这儿，靠近房间墙壁最里面的第3个抽屉。我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串在一起，送给你了，哥哥。天上的星星？是啊，星星一样的冠冕。我自己暗中研究了好久，它就跟斯兰冕下的通道一样，能把人带去别的地方。如果有一天，哥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，想要逃离整个世界的话，就用我的礼物吧。西林，西林，
你想逃吗？但我却一点也不怕。我能够为别人而发光，我想，这就是我成为法师的原因。如果哥哥想离开这个世界，去那些美好的地方，也可以试试用我的礼物。我会把冠冕留在这个柜子里。那边的街上有动静，什么人？大概又是反抗军叛党。你们两个，跟我上！这边，过来！别出声，快点，带他过来。
看见你们出事，总不能放着不管。而且上次之后，我去打听了一些陆晨和西林的事，他们一直都在赈济平民，都没给自己留什么财产。我误会了他们，他们虽然生活在宫殿里，过得也不比我轻松多少。只能说，这世道，没人能真有好日子过。我刚刚打听了一下，那些卫兵居然在通缉你们。从皇宫里逃出来的一男一女，抓你们的警戒水平和抓反抗军差不多了。那些大贵族的嫉妒心真可怕呀！你们俩又没妨碍过谁，怎么也不该被这样赶尽杀绝。没事，就算是私奔也没什么问题。只要离开帝都，没人知道你们是谁，就不会有事的。他还是这样，对吗？我以为他变了，成了骗子和背叛者，结果没想到他还是老样子，什么事情都总想自己扛。这雪下的一年比一年大，但挺多事反而跟最开始一样，半点没变。我以前其实喜欢过西林。我想着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，我就去找陆晨这小子，找他提亲，把西林嫁给我。但到头来，大概是这世道真不太好，那么好的姑娘，总是活不下来。
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，都搜得仔细些。上头说了，抓活的，如果万不得已，留下女的。小姑娘，看来我们就此要分别了。我房间里有块地下隔板，这里有可以通往城外的密道，想怎么做，你自己决定就好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我在这里。嘿，迷路了吗，小妹妹？小妹妹，你来做什么？该不会是来找熟人的吧？那你已经见到了，跟我来吧。感觉很意外吗，小妹妹？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汉梅尔。白银骑士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个营地代理的领头人。扎克，我记得这个人，他是我们派出去的。小妹妹，既然你是他介绍来的，就是我们重要的朋友。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？
桃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着白银骑士的？哈，在你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吧。怎么，羡慕吗？好好干，总有一天你也能和白银骑士直接对上话的。看不出来你这么小小一个人，胃口倒挺大呀。怎么不吃？给他拿些药，再拿些吃的。找到你的朋友，治好他，然后加入我们。我们所有人跟白银骑士只能单向联系，抱歉帮不了你，小妹妹。抓住他，活的。小妹妹，你这身打扮可不像要讨饭吃的人。看在你说出了扎克这个名字，我原本打算放过你，但你开始打听白银骑士，我不能让你这样的间谍从这里走出去。追上他！所有人准备放箭！来我这边！
需要还给你们吗？回去吧，我有旧友与你们相识。我们走。没受伤吧？别停，快点走。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我，我就来了。知道吗？我从前也后悔过，后悔没有制止麒麟的死，后悔眼看着无辜的你来承受这个世界的命运，后悔不能好好保护你，后悔没有更努力的学习法术。可是我不会再后悔了，我能改变的不是过去，而是和你在一起的现在。毕竟对我来说，也没有其他可以去的地方。你想要的，就是我的愿望。是你让我去了解自己的，不是吗？我现在比谁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所以，请不要为我难过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保证接受照顾，然后尽快的好起来。好呀。不疼的。一点点。不冷了。
小神女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哼，好久不见，见到你真高兴。我就知道，只要等在洞口，就很有可能逮到傻兔子。哦，是吗？那这样呢？你看，我总是能找到办法的，是不是？我并不想为难他，毕竟他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。小神女，我只要你，无论是首席还是我，要的只有你。只要你愿意乖乖跟我回去，我保证他会活下去。小神女如果于心不忍的话，要不要自己跟我走？如果得到你，我会很开心的，我也会让你开心。即使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。在动物中，雌虫咬断雄虫的脖子，也可以成为愉快的求偶。我会让你忘掉痛苦和恐惧，甚至享受的。小神女，怎么几天不见，你就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？不过呢，却让我更加兴奋了。只是很可惜，你恐怕别无选择。把人带过来。我在这里了。我不认为你做出这种事，也能算是领受司兰冕下的意志。这根本就不是该做的事。该做的事？别说笑了。整个法师塔里，大概就只有你这种傻瓜才相信这个。哼，以前大概还有别的傻瓜，但他们都死了。冕下有着崇高的愿望，但被他收留的我们，只想在最后的时日来临前享受各自的狂欢。是不是很讽刺？不愿与我们同流合污的你，最后反而成了法师塔的叛徒。你在认识小神女之后，就远没有以前那么坚定。你终于也放出了自己心中欲望的那条蛇。
你是最好的。哼，我呆板的同僚今天长进不少，还挺知情知趣。就是现在！哦，小神女更想跟我玩点见血的，我很乐意。所以你确实想见血，为什么不能乖巧点呢？
太危险了。你愿不愿意拥抱我一下？就一下，可以吗？对不起，可是我等这样的一刻已经太久了。接下来不要看我，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别看，别回头，我会给你机会，让你离开。你疯了！就算再想救他，也没必要来这个。全体戒备！我倒是觉得，现在很有必要。毕竟除了彻底压制的力量，没有什么办法能逼得你们放弃。陆晨，你想清楚。你要是那么做了，你就无法回头了。我真希望我能记住对你的承诺。等我不再是我，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也别忘掉。闭眼。乖女孩。好了。你在看什么？是啊，我有些不敢相信。还有这个。啊，我又这么做了，真是大逆不道。
今天是我生命中最开心的一天，谢谢你，晚安。你要和我一起吗？明天我想多睡一会儿，所以不要叫我，让我偷懒一次，好不好？
娘，等一下。我们的马车还可以坐一个人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？是啊，小姑娘，我们都是从帝都被赶出来的，现在要去城外镇上的家。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一起走吧，彼此也有个关照。那也没关系的，叫上你的同伴一起，我们挤一挤就好了。他生病了吗？还是受伤了？小姑娘，我和我丈夫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车上还能再坐2个人。如果刚刚不是你出手相助，我们根本走不出这片森林。姐姐，他看起来好奇怪。哇，了不起！姐姐已经这么厉害了，他能保护姐姐，一定是更厉害的人。出发喽！他会好起来吗？再见了，哥哥。
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出去找你了。好久不见，我好想你。以为什么？以为我会变成可怕的怪物吗？我好像听见有人说想喝，所以我就做了。现在要来一杯吗，神女阁下？如果我说让我好起来的是我想保护你的愿望，你相信吗？法师是怪物，但只要拥有着强烈的愿望，就能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。
我知道。你知道我会愿意听的。你讲的故事很不可思议，但我能理解另一个我，一心想保护的人即将被夺去生命，让我内心痛苦。法师本不稳定，当情绪过于强烈，愿望就变得扭曲偏执，最后扭曲的愿望带给了所有人不幸。不过这些事情不会再发生。在我心里，你比全世界都重要，但我知道我要为你做的是实现你真正的愿望。我知道你和我说这些是因为明天就是月桂节了，对我来说，这些日子陪在你身边已经非常非常幸福，是你赠予我这样一段永生难忘的旅途。而接下来，无论你的愿望是什么，陆晨都会在你身边，与你同行。你的愿望就是我的星光。
抱歉，是我不好，让你担心了。我在这里，我一直都能听见你呼唤我的声音。不过，最后的你很让我担心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要我平安，你情愿自己付出代价。不要这样说，对我来说，你是最重要的。我需要你，在最后那段时间，我一直能梦到你。虽然我也不知道那真是梦境，还是你在我身边。你有时很温柔，有时又有点着急，但无论如何，引导我从最艰难的地方回来，让我能够始终保持是我自己的，是你。因为我是在主动寻求失控的力量。如果不是你的声音，我恐怕会变成我也不了解的样子吧。对了，我不再是法师了。我刚刚试了一下，冠冕治好我的代价是让我失去了法师的能力。我认为这是上天的馈赠，但不知道你是否介意。毕竟，现在的我没法再召唤出什么东西，不能用这个帮你。为什么？
你始终不想放弃。好，我也想跟你一起活下去。当然，这次我不会伤害任何人。喜欢吗？没想到你能从失控边缘恢复。你还记得吧？法师由愿望而生，因愿望而强大。上一次我为了救你，催动了超过限度的法力，濒临失控。但我也能因内心的强烈愿望，遏制住失控，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你总能让我创造奇迹。这次，我不会再把我和你的命运交到任何人手里。你们这时候回来，想做什么？最好的办法就是祭品就位，时间一到，马上启动降临仪式，减少一切变数。殿下，我找到一个办法，能让降临仪式正常进行，也不用牺牲它。斯兰冕下，我想让反抗军提前进城，同时让星星在整个帝都升起。星星升起时，无辜的人们可以走上星辰的阶梯离开。这样盛大的仪式会让所有的人情绪高涨，激烈的情绪可以替代它，开启世界之间的通道。
想召唤星光，为你起舞。我不认同这个解决方式，提前让反抗军入城，风险太大。何况，召唤星辰这种方式，能对人的情感有多深的影响，也是未知。我能够相信，死亡和伤害带来的恐惧、愤怒和悲哀是有力量的，但正面的情绪不一定有同样的效果。至少，请先让我试一试。现在我们都在地图，谁也逃不掉。导师，你也曾说过，法师的力量来源于愿望，而最深的愿望都是私欲和恶念。但至少，您见到了我和西林，我们可以为别人发光。我想为自己最珍惜的人化成星光。我同意试一次。你可以提前让所有的法师做好防护，这样我们哪怕打开城门，局面也在控制里。没必要为了个小姑娘的命冒这个险。但这个小姑娘是自己回来的，至少我们应该允许她的爱人为她做一次努力。斯兰清，叶塞大陆自古以来有很多传说，传说里人们都相信新的力量。王族之所以能够净化法阵，也是因为我的祖辈带领着人民在这里拓荒、建功立业，被人们崇拜和相信。幸运、喜悦、坚定，这些正面的情绪一定有真正的力量。我想，如果这种力量被引发出来，真可能创造奇迹。再说，这个小姑娘真的非常可爱，她勇敢又坚定。我也希望她能走到星辰之上，而不是陨落于此。斯兰，你话真多。陆晨，我允许你尝试，但你只有一次机会。如果在过程中我发现你有失控的迹象，或有别的想法，我会立刻处决你，将这女孩带入降临法阵。好好把握机会，这次我会帮你。其实，我没想到你会认同我的计划。你有过一次失败的经历，可能不会相信降临法阵。
帝都所有的人，请倾听法师的声音，哪怕平素我们为你们所惧怕。法师用法术化成星光，愿送你们远离。请踏上星辰的阶梯，阶梯的尽头是没有冰蝶的新世界。我们将愿望化为星光，愿星光的尽头，你们能远离寒冷和危险，得到平安和幸福。不着急，再等等。不管了，留在这里也只会冻死。我爬上去看看。居然真的能到天上去！这些法师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绿色的世界。走，到星星上去。你背好小背地，我们一起走。我成功了，连通世界的通路已经达成，现在你也可以走上星辰阶梯。我的星星会送你离开。你要带他走？好，那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别放开他。他的愿望已经创造了奇迹，或许你也可以。星辰的法术就要消失，你尽快。
是你吗？你的愿望也救了我，在最后的时候，你还是一定要带上我。你不放弃，所以我活了下来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你说，无论到哪里，你都会与我同行。当时我就想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撑过这段路，因为到了新世界，你还有很多的路要走，我想陪在你身边。你是不是休息一下再走比较好？我总觉得你看起来有点难过。还是有的。你已经做到了，被你拯救的人，并不想看着你这么难过。我是不是从来没有跟你讲过，我是怎么看你的？最初只是同情，因为你是无辜的牺牲者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发现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你总是在挣扎着寻找出路，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。那时候起，我就在心里立下誓言，打算一路与你同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，那就是你来做这个世界的神女，我保护你。如果做不到也没关系，我会跟你一起踏上任何糟糕的结局，就算有什么苦难和后果，我来替你担。本来应该是这样的，但到底为什么，在你对我笑、为我着急的时候，我总会有别的心思。我想要靠近你，触碰到你，拥抱你，每一次我都想要更多。这样的我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
走下去。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快点过来找个落脚地方，还有很多吃的喝的东西可以互换呢。要这个吗？还算合胃口吗？这不算浪费。我只是知道，我以前拥有的东西，在新世界，恐怕都不再有价值。然后你去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我从未设想过，这世上会有奇迹发生。直到遇见了你，接下来，无论你有什么愿望，都希望可以让我一起。我想参与，我想成为你的同行之人。该出发了。你的陆晨，随时愿意与你同行。